那一天，伦敦的泰晤士河突然出现无数只恶魔，只见恶魔们从开裂的地面冒出。一个准备上班的蓝领下的公文包掉落，刚要转身逃命，却被恶魔突然抓住，紧接着毫不留情地杀掉。恶魔们见人就杀，人类根本没有抵抗能力。而这些恶魔的出现，都统一指向一个古老的传说。原来在远古时代，一场恐怖的瘟疫席卷了整个英国，受感染的人类死伤无数。而这场瘟疫的源头来自一个邪恶女巫，那就是血皇后薇薇安。她召集众多黑暗生物，企图建立没有人类的世界。眼看人类一方已经岌岌可危，年轻的亚瑟王挺身而出，带着人类的最强法师梅林和血皇后在千年古树下进行和谈。就当和谈进行一半时，一个士兵突然丢出长矛，将血皇后钉在古树上。几只黑暗生物见状想要帮忙，却被法师梅林释放的光明法术驱赶走。但凡间的武器并不能杀死血皇后，她挣扎着身体摆脱掉长矛，立马释放出恐怖的瘟疫巫术，侵蚀并干掉现场的士兵。关键时刻，亚瑟王拔出王者之剑，一刀砍断血皇后的头颅。可这依然无法彻底杀死血皇后，他将自己的鲜血存入到千年古树中，等待后世之人将其复活。于是为了不让血皇后再次祸害人世，亚瑟王将血皇后的身体砍成6个部分存放起来，分别交给手下最英勇的6位骑士，将这些残骸带到世界各地埋葬起来。接着时间线来到现代，超自然调查局的探员地狱男爵正前往一个地下拳击馆，准备寻找失踪了3周的搭档。结果发现搭档已经被黑暗生物寄生，变成了一头狂暴的吸血蝙蝠，转头朝着地狱男爵不停攻击。场上的裁判吓得拿出十字架护身，结果却惹怒了吸血蝙蝠。关键时刻，男爵出手拦住。吸血蝙蝠转头向着男爵攻击，却被男爵用力丢了出去。结果力气奇大的男爵一不小心，直接弄死了吸血蝙蝠。怪物在临死前变回了搭档的模样。搭档告诉男爵一个惊天大秘密，那就是末日即将要来临了，而带来末日的就是地狱男爵你。搭档说完便彻底断气了。事后，男爵来到一处酒吧买醉，搭档的遗言让他很是在意。原来地狱男爵的出身十分特殊，在1944年的一个夜晚，即将在2战中战败的纳粹分子为了挽回败势，在一个小岛上进行神秘仪式，企图利用黑魔法获得神秘力量。好在盟军及时发现了他们的阴谋，并将其全部带入。但此时通往地狱的祭坛已被打开，突然一只巨手伸了出来，紧接着地狱之主撒旦的儿子居然从缝隙爬出。布鲁姆教授看着小孩模样的地狱男爵，并没有狠心开枪，而是将其当作自己的孩子养大，并培养成超自然调查局的一员。父子之间的感情一直很好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大男孩也有了自己的烦恼。身为恶魔，却在做猎杀恶魔的工作。可还没等男爵清醒过来，超自然调查局的人就找了过来。又一个猎杀任务出现了，此次任务的地点在英国，当地一个专门猎杀巨人的神秘组织，在经过调查后发现，本地居然同时出现了3头巨人。这种任务强度前所未见，很多人都成了巨人的盘中餐，因此需要求助地狱男爵的力量。等第2天男爵赶到现场时，2头巨人正在大快朵颐地吃着人类。不是说有3头巨人吗？男爵感到很疑惑。突然一个巨大阴影挡住了阳光，第3头巨人拿着大剑发起了偷袭。好在男爵比较灵活，他踢断一根树木，直接插到巨人的脸上，紧接着跳到巨人身上开始乱锤。没想到另一头巨人拿着武器砍了过来，直接砍死了自己的同伴。看来这些巨人并不是聪明的物种。最终男爵靠着强大的武力成功干掉了巨人们，又一次完美完成了任务。但在一次次执行任务中，男爵也自然而然地积累了不少仇人。一些仇人正躲在暗处蠢蠢欲动，他们要复活传说中的血皇后，消灭在世的所有人类。眼前这个模样恐怖的巫女，是俄罗斯童话中专吃小孩的雅加婆婆。她知识渊博，无所不知，却被地狱男爵弄瞎了一只眼，所以她十分痛恨地狱男爵。而今天家里来了一头猪妖，这头猪妖也与地狱男爵的渊源颇深。在小时候，猪妖伪装成一个小婴儿，企图通过一对年轻夫妇的领养，过上幸福的人类生活。但他的诡计被地狱男爵识破，男爵一把抓起猪妖，让他露相。最终，猪妖通过烟囱逃跑，才从男爵手中逃过一劫，但也因此失去了梦寐以求的人类生活，所以他也痛恨地狱男爵。雅加婆婆告诉猪妖，你可以复活血皇后，以此来打败地狱男爵。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，猪妖来到存放血皇后头颅的教堂，2位修道士听到敲门声前去开门，但小修道士感觉到不对劲，慌张地在黑板上写着：
下一秒，老修道士被压成肉饼，猪妖成功破门而入，教堂内的修道士们闻声而来，但是面对强壮的猪妖，修道士们全被暴力的屠杀。最终在小修道士的带路下，猪妖找到了装着血皇后头颅的箱子，但箱子被光明魔法保护，猪妖无法将其打开。他威胁小修道士念动咒语，不然就把你杀了。但小修士就是宁死不屈，无奈猪妖只能暴力的拔下他的舌头，安装到自己的嘴里。紧接着开始念动魔法咒语。随着箱子的打开，被关几千年的血皇后终于再次苏醒。由于猪妖是在暗中行动，没受到太多阻拦，很快便收集到血皇后的大部分残肢。残缺的血皇后看着电视节目，感慨人类把地球搞得乱七八糟的。她向猪妖承诺，只要帮自己收集完身体，一定会增强猪妖的力量，并给全体黑暗生物一个全新的地球。猪妖听得振奋，又屠杀了一个教堂的人。但没想到男爵及时赶到，用力撞开大门，正好发现在偷拿箱子的猪妖。猪妖见躲不掉，想来应对，但男爵用力一拳就打烂了箱子。猪妖还想拿起断手跑路，但他的力气没有地狱男爵大，被死死摁在墙上无法动弹。猪妖赶紧隔空喊血皇后救他。下一秒，男爵身后突然出现亮光，血皇后的幻影出现在他面前。男爵一时间愣住，猪妖则趁机逃跑。血皇后开始蛊惑男爵，让他别再为人类卖命，人类只会骂我们是怪物，我们可以强联手统治地球，你做国王，我做皇后。说完这诱惑的条件，便施法消失在男爵眼前。男爵反应过来，举枪就射，血皇后没打到，却差点打中自己的伙伴。事后被蛊惑的男爵和父亲大吵一架，他埋怨父亲把他养大，只是为了利用他去猎杀怪物，并不是真的爱他。最终男爵生气地摔门而去，只留下一脸愁容的老父亲。另一边，在身体全部收集完毕后，血皇后开始做康复手术。在一群恐怖老巫婆的帮助下，血皇后的身体被缝合起来。这个过程让她十分痛苦，一旁的猪妖也看得心痛。最终，血皇后成功复活，坐了起来。接着，血后带着猪妖来到当年被砍头的山顶，因为树内存放着血后的鲜血，那棵千年古树至今还活着。血后用刀割开树皮，再割开自己的手掌，开始取回自己的鲜血。在血液全部回到自己体内后，他恢复了全部实力，身上的伤口也肉眼可见的消失。血后再次召唤自己的妖怪大军，在一阵慷慨陈词后，便准备大举入侵人类的世界。在得到血后的加强后，以前还瘦骨嶙峋的小猪妖变成了强壮无比的野猪王。看着一直欺负自己的地狱男爵，猪妖知道报仇的时候到了。猪妖咆哮一声，猛地撞来，男爵急忙一个翻滚躲开了。他拿来一个铁棍，狠狠敲在猪妖身上，结果猪妖不痛不痒，反手再打飞了男爵。接着两人进入抡拳互殴阶段，虽说双方都是力量型战士，但是加强的猪妖力气更大。很快地狱男爵就陷入劣势，被猪妖按在地上一路摩擦，并被獠牙挫伤了身体。眼看男爵不敌，同伴戴米奥上校只能帮忙。他可以变换成一只凶残的猎豹，但变形过程十分痛苦，因此他极少使用这种力量。这边正要干掉男爵的猪妖突然听到异响，转头一看时，一只猎豹突然扑来把他撂倒。戴米奥再次扑了上去，奈何这野猪皮实在太结实，根本无法破防。兄弟二人并肩作战，发起攻击。一时间，猪妖被打得陷入劣势。这时他突然抱住戴米奥，用力摔在墙上，晕了过去。没了兄弟的男爵很快再次被打倒。一旁的通灵少女爱丽丝只能干着急。猪妖拿起1吨重的石盘，准备将男爵砸死。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，原来是血后来了。血后让猪妖放下石盘，留男爵一命，但这让猪妖很不爽，居然顶嘴了血后一句话。下一秒，血后举起一只手，开始收回猪妖的力量。最终，猪妖在声声哀求下，逐渐变成了一只小猪仔。而血后留下地狱男爵的原因，是为了激发他体内的恶魔之力，开启地狱通往人间的大门。但男爵对此并不领情。就在男爵挥拳打来时，血后突然大手一挥，紧接着用法力猛地将男爵砸下教堂。而教堂下方正藏着亚瑟王的王者之剑，以及已经死去几个世纪的亚瑟王。血后用极其妩媚的话语在男爵耳边不停蛊惑他拔出王者之剑。就在男爵即将拔剑之时，忽然看到自己拿剑后变成魔王的景象，人类世界变成了可怕的地狱，到处充斥着人类的哀嚎。随后男爵清醒地拒绝了血后的蛊惑。血后听后失望地低下头，他抓来男爵的人类父亲，不顾男爵的苦苦哀求，当面将其杀害。
这让男爵无比气愤。他拔出王者之剑想砍杀血后，但下一秒神剑却激活了他的恶魔之力。男爵头上的犄角开始快速生长，但形成完全体后，男爵已经失去理智，变成了地狱魔王。这时，地狱通往人间的大门被打开，恶魔们也通过大门来到人类世界，开始肆意杀戮人类。一时间，欢乐的街道充满了恐慌，宏伟的建筑也被恶魔摧毁。看着魔王形态的男爵，血后甚至主动下跪称臣。这时，通灵少女爱丽丝来到死去的男爵父亲身边，召唤回父亲的灵魂。父亲的灵魂用喋喋不休的话语，逐渐唤醒了男爵的理智。血后还想继续蛊惑心智，但恢复的男爵突然挥剑砍断他的头颅，随即他把神剑插回地上，关闭了地狱的大门。所有跑出来的恶魔也被一股无形力量拖回地狱。男爵掰断头上的恶魔犄角，拿着血后这个疯婆子的头颅丢进了充满岩浆的地狱，让其永远无法重生。而影片的最后，父亲向男爵进行了道歉，因为自己一直是个杀手，并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。但我爱你这一点可以肯定的，而接下来的路你必须要自己走了。